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贸易战期间，大豆种植户因中国抵制而面临财务压力。据观察者网报道，随着2025年收获季临近，美国大豆种植户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自今年5月以来，中国对美国大豆采购量彻底归零，转而向巴西和阿根廷下达大量订单。美国大豆协会数据显示，往年此时中国已签下约2000万吨订单，而今年这笔保底收入突然蒸发，全美50万大豆种植户陷入困境，许多农场主预计今年亏损高达15万美元，数百万吨大豆面临销毁。回顾2018年首轮贸易战，中国就曾大幅削减美国大豆进口。如今这一幕再度上演，且更加剧烈，中国自美进口占比从2017年的 48% 骤降至2025年上半年的 35%。美国豆农转向其他市场的努力能否弥补失去的中国订单？农业专家指出，其他市场加起来的规模都不及中国的零头。巴西已成功替代美国成为中国主要供应商，这种市场格局改变可能是长期性的。OpenAI 报告称，中国政府疑似使用 ChatGPT 进行监控工具提案。据美国 CNN 报道， OpenAI 在10月8日发布的最新威胁报告中披露，疑似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账户曾使用 ChatGPT 协助撰写大规模监控工具提案，还要求 AI 帮助推广一款声称能扫描社交媒体极端言论的工具。OpenAI 已封禁这批涉事账户，这是继俄罗斯、朝鲜黑客组织后，又一起 AI 被滥用于威权目的的案例。此次事件凸显了人工智能双刃剑特性。2023年 ChatGPT 刚推出时，外界就担忧其可能被用于生成虚假信息和监控工具。如今这一担忧正在变成现实，从网络攻击到社会监控， AI 技术正被多国威胁行为体系统性利用。这种 AI 工具的滥用将对全球数字安全格局产生什么深远影响？网络安全专家认为，此类事件将加速各国对 AI 技术出口管制，同时倒逼科技公司建立更严格的使用审查机制。AI 伦理监管或将成为国际博弈新战场。NVIDIA 向 Elon Musk 的 Zai 投资20亿美元，作为200亿美元融资的一部分。据彭博社报道，英伟达正以20亿美元股权投资马斯克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Zai， 作为其200亿美元融资轮的一部分。这轮融资采用独特结构，75亿美元股权加125亿美元债务，通过特殊目的实体购买英伟达处理器后租赁给Zai使用5年。英伟达此举既是投资者也是供应商，确保Zai获得关键 AI 芯片的同时锁定长期订单。Zai 预计2025年营收将达10亿美元，到2029年突破130亿美元。这笔交易映射出 AI 军备竞赛的白热化。2023年 OpenAI 融资100亿美元时已震惊业界，如今Zai直接翻倍，显示头部 AI 公司对算力的渴求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英伟达既当投资人又做供应商，这种双重角色会给 AI 产业竞争格局带来怎样的结构性变化？科技分析师指出，这种模式可能催生芯片换股权的新型 AI 投资范式，强化英伟达在 AI 生态中的垄断地位。未来更多 AI 初创公司或被迫接受类似捆绑式融资。俄罗斯利用影子舰队对欧洲进行无人机袭击。据卫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9月28日援引情报称，俄罗斯正利用其影子舰队油轮在欧洲城市上空发射和控制无人机。这些规避制裁的油轮不仅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金，还被改造成海上无人机发射平台。近期波兰、罗马尼亚等北约国家频繁遭遇不明无人机入侵军事设施和机场，引发空中交通中断。泽连斯基指出，这些影子舰队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游弋，成为混合战争的新工具。回顾俄乌冲突3年来，俄罗斯战术不断升级，从2022年的地面入侵，到2024年的能源设施轰炸，如今演变为利用民用船只对北约领空进行灰色地带渗透，既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又持续施压。
这种将民用船只武器化的战术会对国际海上航行自由原则造成什么颠覆性冲击？国际海事安全专家警告，若北约因此对影子舰队实施海上封锁，将打破二战后建立的公海自由通行惯例，可能引发俄罗斯军舰护航升级，把波罗的海变成新的冲突热点。5. 澳大利亚研究发现，女性拥有更多与抑郁症相关的基因。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伯格霍福医学研究所主导的研究10月7日在《自然通讯》发表成果，对约20万名抑郁症患者 DNA 解析显示，女性携带的抑郁症相关遗传标记几乎是男性的2倍，女性约1.3万个，男性约7000个。研究首席科学家托马斯指出，这些基因差异部分影响代谢和激素生成通路，解释了为何女性抑郁症患者更频繁出现体重变化和能量水平波动等代谢症状。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超3亿人被诊断为抑郁症，女性患病率长期高于男性，但生物学原因一直未充分阐明。更值得警惕的是，研究者米切尔强调，现有抑郁症药物和研究主要基于男性参与者，这意味着数亿女性患者可能接受的是性别错配的治疗方案。这项发现会倒逼精神医学领域对性别化治疗方案进行怎样的彻底重构。精神药理学家指出，基因证据将推动制药企业重新设计临床试验，针对女性特异性代谢通路开发新药。预计未来10年，女性抑郁症治疗有效率可提升30%以上，终结一刀切用药时代。6. 新的血液测试可以准确检测慢性疲劳综合症。据生物通报道，康奈尔大学研究团队在8月11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突破性成果，首次通过血液中的 RNA 片段成功识别慢性疲劳综合症。研究以93名患者和75名健康人为对象，对血浆中循环游离 RNA 进行测序分析，准确率达到临床诊断标准。这项技术填补了长期空白，全球约6500万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一直缺乏可靠的实验室检测手段，仅能依靠症状描述确诊。回顾医学史，慢性疲劳综合症自1980年代被命名以来，因症状模糊、病因不明而被误解为心理问题，无数患者遭受质疑。如今血液标志物的发现，终于让这个隐形疾病有了客观诊断依据。这项检测技术的普及会对数千万患者的就医处境产生什么根本改变？医学专家指出，客观检测将终结长达数十年的诊断困境，让患者免于被误诊为抑郁症或懒惰。更重要的是，为药物研发提供了精准靶点，有望在5年内催生首个特效治疗方案。7. 俄罗斯今年占领了乌克兰5000平方公里土地。据德干先驱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9月2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9个月，俄军在乌克兰占领了约4714平方公里土地，控制了205个居民点，这一数字已超过2024年全年的4000平方公里战果。普京总统在10月初证实这一进展，强调俄军在战场上保持了全面战略主动权。对比来看，2022年俄军占领 6.4 万平方公里，2023年仅推进540平方公里陷入僵持，而2024年重新加速至4000平方公里。这种先猛后缓再猛的节奏变化背后，是双方战术的反复较量。乌克兰2023年的防御攻势一度遏制俄军推进，但2024年俄罗斯改用人海战术和无人机饱和攻击，重新夺回进攻优势。今年更是保持这种高强度消耗战模式。这种以巨大人员伤亡换取领土的战术能否支撑俄罗斯实现其战争目标？军事分析师指出，俄军虽占领近5000平方公里，但仅占乌克兰总面积不到1%，且每推进1公里的伤亡代价极其惨重。这种消耗速度若持续到2026年，可能耗尽俄罗斯的动员储备和经济承受力。8. 谷歌人工智能搜索在奥地利和欧盟推出。据奥地利标准报报道，谷歌10月初宣布其 AI 概览功能正式登陆奥地利等欧盟国家，这是该功能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推广的重要一步。AI 概览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在搜索结果顶部提供摘要答案，用户无需点击网页即可获取信息。去年5月起，谷歌还在其中嵌入广告。然而这一推进并非一帆风顺，今年7月，
欧盟独立出版商集体向欧盟委员会提起反垄断投诉，指控 AI 概览功能抢夺了传统网站流量，要求采取临时措施，防止不可逆转的商业损害。对比谷歌在欧盟的遭遇，该公司在8月罕见地签署了欧盟人工智能行为准则，此前曾因过于严厉而激烈反对，如今态度180度转变，显示监管压力正迫使科技巨头让步。AI 搜索摘要功能会对传统媒体和内容创作者的生存空间造成多大挤压？数字媒体专家警告，如果用户习惯在搜索页面直接获取答案而不访问原网站，将切断内容创作者的广告收入来源，可能在3年内导致中小型媒体大规模倒闭，最终形成谷歌垄断信息分发的恶性循环。9. 大西洋月刊解释乌克兰如何赢得对俄罗斯的战争。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大西洋月刊10月7日刊文分析指出，尽管美俄和谈未取得突破，但乌克兰在消耗战中展现出意外优势，俄军持续的巨大伤亡和乌克兰军队的战术适应能力正在打开长期胜利的窗口。文章强调，俄军虽在领土推进上取得进展，但付出的人员和装备代价极其惨重，这种消耗速度难以持续。回顾战争3年轨迹，2022年初外界普遍预测基辅会在72小时内陷落，结果乌克兰顽强抵抗。2023年乌克兰反攻受挫，引发悲观情绪，而2024年至今的局势显示，俄罗斯虽在进攻，但战略目标依然遥远。这种看似俄罗斯在赢，实则双方都在输，但乌克兰输得起更久的诡异平衡，正是大西洋月刊认为乌克兰仍有胜机的核心逻辑。在西方援助出现疲态的背景下，乌克兰的胜利路径还有多大可信度？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乌克兰的胜利取决于西方能否将军事支持从避免失败升级为确保胜利。如果2026年前不能提供足以改变战场态势的武器系统，俄罗斯可能通过持续消耗迫使乌克兰接受不利和谈。10. 叙利亚选举排除少数群体，新议会成立。据时报报道，叙利亚10月5日举行阿萨德政权倒台后首次议会选举，但这场被寄予厚望的民主实验却招致激烈批评。新组建的人民议会210个席位中，1/3由临时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直接任命，剩余席位通过非直选的选举人团制度产生，普通民众完全无法直接投票。更引发争议的是，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代表在这一进程中几乎被边缘化。回溯历史，叙利亚阿拉维派、库尔德人、基督徒等少数群体占人口近30%，但新议会构成严重失衡。对比阿萨德时代的橡皮图章议会，新体制虽换了主导者，却延续了威权模式，只是从世俗独裁转向伊斯兰主义治理。临时宪法已确立5年过渡期内实行总统制，这种排斥性的权力架构会将叙利亚引向怎样的长期分裂风险？中东问题专家警告，少数族裔被系统性排除将重燃教派冲突，库尔德地区可能寻求独立，基督徒大规模外逃已现端倪。叙利亚或重蹈伊拉克覆辙，用一种专制替代另一种专制，最终陷入永久性碎片化。11. 英国计划增加 NHS 药品支出以避免美国关税。据政治欧洲报道，面对特朗普政府对英国药品出口威胁征收100%关税，英国政府正紧急制定应对方案，考虑大幅增加 NHS 药品采购预算以应对成本飙升。9月底，消息人士透露，英国对美药品出口将无法豁免新关税，而欧盟和日本已通过谈判获得豁免。英国制药业陷入两难困境，美国是其第2大出口市场。2024年对美药品出口额达58亿英镑，关税将直接冲击阿斯利康等龙头企业。更棘手的是，英国 NHS 所需进口药品中52%来自欧洲。特朗普已扬言对所有进口药品征收最高250%关税，这意味着即使英国药企不出口美国， NHS 采购成本也将暴增。回顾脱欧后英国经济处境，这是又一记重击。失去欧盟统一市场后，如今连美国市场准入都岌岌可危。英国在美欧药品关税夹击下，能否守住制药产业优势地位？医药经济学家指出，英国若无法迅速与美国达成豁免协议，
将被迫在提高 NHS 预算、引发财政危机和削减药品供应、危及公共健康之间做出痛苦抉择。制药企业可能大举撤离，转投爱尔兰等欧盟国家。12. 世界贸易组织根据人工智能需求和美国进口上调货物贸易预测。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世贸组织10月7日将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测从0.9%大幅上调至2.4%，主要驱动力是 AI 相关商品贸易的爆炸性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 AI 相关产品包括半导体、服务器、电信设备贸易额同比激增20%，贡献了近一半的贸易增量。美国进口需求尤为强劲，成为拉动全球贸易的关键引擎。然而，世贸组织同时将2026年预测从8%暴跌至0.5%，理由是全球经济降温和美国高关税政策的滞后冲击。这种过山车式预测变化折射出当前贸易格局的极端脆弱性。2023年 AI 商品贸易额2.3万亿美元，2024年持续高增长，但2025年下半年起关税战阴影笼罩，企业纷纷抢在政策生效前囤货，透支了未来需求。AI 繁荣与关税战叠加，会对全球供应链稳定性造成什么结构性破坏？贸易经济学家警告 ，AI 产业对半导体等关键投入品的依赖性极高，若美国对华关税持续升级，将迫使科技公司重构供应链，短期成本剧增可能终结 AI 投资热潮，全球或在2026年陷入技术性衰退。13. 模拟计算利用可编程电路实现光速处理。据法罗维戈报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团队4月在《自然光子学》发表突破性成果，开发出首款能够利用光进行非线性神经网络训练的可编程芯片。这项技术彻底攻克了困扰业界多年的难题，此前光学芯片只能处理线性数学运算，而深度神经网络训练必须的非线性函数表示一直无法突破。新芯片利用光速进行计算，理论上可将 AI 训练速度提升100倍，同时能耗降低90%以上。对比传统硅基芯片发展轨迹，摩尔定律放缓已成定局。2012年后 ，AI 算力需求每3到4个月翻番，远超实际供给能力。如今光子计算的商业化突破，恰逢 AI 产业面临耗电死局，全球数据中心能耗2024年占总电力的2%，到2030年预计飙升至8%，光计算被视为唯一可行的破局方案。这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商用，还需要跨越哪些工程障碍？半导体专家指出，光子芯片面临3大挑战：光电转换效率、与现有数字系统的兼容性，以及量产成本控制。预计至少需要5到8年才能在数据中心规模部署，但一旦成功，将彻底重塑 AI 基础设施格局。14. 诺贝尔化学奖表彰开发碳捕获分子的科学家。据爱尔兰时报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8日将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日本科学家北川进、澳大利亚科学家理查德·罗布森和美国科学家奥马尔·亚吉，表彰他们开发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这种革命性分子结构包含巨大空腔，能让分子自由流入流出，已被用于从沙漠空气中收集水，从水中提取污染物，捕获二氧化碳并储存氢气。评委会强调，获奖者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材料，而是开启了分子建筑学新纪元。这项成果从1990年代初步构想到2025年获奖，历经30余年验证。对比气候技术发展史，碳捕获一直是说得多做得少的领域。传统技术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而金属有机框架的超大表面积，一克材料展开可达7000平方米，使其捕获效率提升数十倍，终于让碳中和从口号变为可操作方案。这种材料的规模化应用能否真正扭转全球碳排放失控的趋势？气候科学家认为，虽然金属有机框架技术成熟度已达商业化临界点，但全球每年排放360亿吨二氧化碳，即使大规模部署也只能捕获5%到10%。关键还在于配合能源结构转型，单靠技术突破无法解决气候危机。15. Gemini AI 自主控制网络浏览器执行任务。据德国科技媒体 T3N 报道，谷歌10月8日发布 Gemini 2.5 Computer Use 模型，
这是首个能够自主控制浏览器完成复杂任务的 AI 系统。该模型利用视觉理解和推理能力分析用户请求，可自动填写并提交表单，执行网页交互操作，支持点击、输入、滚动等13种基本操作。测试显示 ，Gemini 2.5 在浏览器任务执行准确率上超越了 Anthropic 的 Claude 等竞争对手。这标志着 AI 从对话助手进化为操作代理的关键转折点。2023年 ChatGPT 掀起聊天 AI 热潮。2024年各家推出多模态理解，而2025年 AI 开始直接控制用户界面。然而，这也引发新的担忧，当 AI 能代替人类操作浏览器，网络钓鱼、自动化欺诈等攻击手段也将被赋能，安全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AI 代理自主控制浏览器会对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带来什么颠覆性挑战？网络安全专家警告，恶意行为者可能利用类似技术批量创建虚假账户，绕过验证码防护，自动化实施诈骗，而现有的人机验证体系将彻底失效。互联网可能在2年内面临信任体系的系统性崩溃。16. OpenAI 因版权问题更新 Sora 视频生成器政策。据 The Verge 报道 ，OpenAI 在10月8日紧急调整 Sora 2视频生成器使用政策，全面禁止用户使用受版权保护的角色进行创作。此举引发用户强烈不满。9月30日刚发布的 Sora 2能生成超逼真视频，并配同步对话音效，但上线仅1周就遭遇版权危机。好莱坞经纪公司 CAA 和 WME 迅速将所有客户从 Sora 数据库中剔除。WME 首席数字官雅克曼在内部备忘录中强调，艺术家应该选择如何在世界上呈现自己的形象。这场风波折射出 AI 生成内容的版权困境正在恶化。2023年 OpenAI 因为授权使用训练数据被集体诉讼，2024年和解支付数亿美元，如今 Sora 2重蹈覆辙。更讽刺的是，许多用户创意完全依赖他人创造的角色。当政策收紧后，立即无从下手，暴露出 AI 时代原创性的极度匮乏。这种先开放后收紧的策略会对 OpenAI 的用户信任和市场竞争力造成多大损害？科技伦理专家指出，反复的政策摇摆将导致创作者流失至竞争对手平台。更严重的是，树立了 AI 公司法律意识淡薄的行业负面形象，可能招致更严厉的监管审查，最终削弱整个生成式 AI 产业的发展空间。17. 思科推出芯片，可远距离连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思科10月8日发布 Silicon One P200 芯片及8223路由系统，这是业界首款 51.2T 固定以太网路由器，专为连接跨越长距离的分布式 AI 数据中心设计。微软和阿里巴巴云计算部门已成为早期采用者。该芯片最大突破在于用单一芯片替代原本需要的92颗芯片，功耗降低 65%， 直接挑战博通在 AI 数据中心互联市场的垄断地位。这项技术解决了 AI 训练的关键瓶颈。当前大型语言模型训练需要数万块 GPU 分布在多个数据中心，传统网络设备在长距离传输时延迟高，能耗大。对比 AI 基础设施演进史，2023年焦点是 GPU 算力，2024年转向存储带宽，而2025年的核心痛点是数据中心互联。思科这一布局恰逢其时，但也面临激烈竞争，博通已占据 70% 市场份额，英伟达自研芯片也虎视眈眈。思科能否凭借这款芯片在 AI 网络设备市场撼动博通的霸主地位？电信分析师认为，虽然思科在传统网络设备领域经验丰富，但 AI 数据中心客户更看重与 GPU 的深度优化。博通与英伟达的紧密合作构成巨大护城河，思科需要至少2年时间才能争取到 10% 市场份额。18. 欧盟大使同意到2028年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路透社10月8日援引消息人士称，欧盟成员国常驻代表会议上，除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表示担忧外，几乎所有成员国支持从2028年1月起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这一决定标志着欧盟能源独立路线图进入冲刺阶段，2025年底前终止所有现货合同，2027年底前停止管道气进口
2028年彻底切断俄罗斯能源。然而这条路并不平坦，法国和比利时作为俄气最大买家强烈反对，要求更多经济保障。意大利、捷克2024年反而增加俄气进口 18%。对比俄乌冲突前后，欧盟对俄能源依赖从2021年的 40% 降至2024年的 18%， 但代价惨重，天然气价格暴涨导致工业竞争力严重受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欧盟切断俄气的同时，美国企业正计划进口俄气转售欧洲牟利。这种强制性的能源转型会对欧盟工业竞争力造成多大的不可逆损伤？能源经济学家警告，若2028年如期断供而替代能源未到位，欧盟制造业将面临第二轮去工业化冲击，化工、钢铁等高耗能产业可能大规模迁往美国和中东，欧洲经济结构将永久性向服务业倾斜。19. 俄罗斯议会批准退出与美国的不处置协议。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10月8日通过法案，正式废除与美国签署的不处置协议。该协议原本要求两国各处置34吨武器级部，这是俄罗斯近年来废除的又一项美俄军控协议。2019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2023年俄罗斯暂停执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如今不处置协议也走向终结，这些武器级部足以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协议废除意味着核军备竞赛的关键限制机制正在崩溃。回顾冷战结束后的军控进程，1991年苏联解体时，美俄签署了一系列削减核武器协议，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陆续退出多项条约，俄罗斯则以对等回应为由跟进废约。如今美俄核武库透明度降至冷战以来最低水平，双方战略核弹头数量再次成为国家机密，核战争风险正在静悄悄地回升。这种军控体系的系统性崩溃会将全球核安全架构推向何种危险境地？核不扩散专家警告，美俄军控真空将引发连锁反应，中国可能加速核武扩张，印巴核竞赛升级，伊朗和朝鲜获得更多借口推进核计划。人类或将在2030年前重返冷战时期相互保证毁灭的恐怖平衡。20. 埃尔帕索主教与教皇利奥分享移民家庭的担忧。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主教马克塞茨10月8日在梵蒂冈会见教皇利奥14世，递交了一叠移民家庭的求助信，信中描述他们被特朗普政府日益激进的驱逐政策吓坏了。塞茨还向教皇播放了详述移民困境的视频，教皇承诺将与他们站在一起，并支持帮助移民的天主教领袖。这次会面凸显了美国移民政策的人道主义危机。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实施的零容忍2.0秒政策导致单月遣返人数突破10万，创历史新高，大量合法居民因文件瑕疵被错误拘留。对比2017年首任期的移民政策，当时主要针对非法入境者，而2025年执法范围扩大到持工作签证和庇护申请者，甚至出现ICE突袭教堂和学校的极端案例。天主教会与特朗普政府的冲突日益激化，教皇方济各曾公开批评美墨边境墙，如今新任教皇利奥延续这一立场。教会与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对抗会对美国社会撕裂产生什么深层催化作用？宗教社会学家指出，天主教徒占美国人口 22%， 且在摇摆州具有关键影响力。教会的持续发生可能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促使拉丁裔选民大规模倒戈，同时加剧保守派与宗教温和派的分裂。21. 新闻集团高管敦促澳大利亚保护版权法，防止人工智能公司侵犯其权利。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新闻集团董事长迈克尔·米勒10月8日发出严厉警告，指责 AI 公司未经授权吸尘器式抓取新闻内容训练模型，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强化版权保护，并拒绝任何有利于 AI 公司的法律修改。米勒使用澳大利亚大盗窃这一措辞形容 AI 公司行为，敦促所有媒体联合抵制。这场版权战已从美国蔓延至全球。2025年5月，新闻集团在纽约起诉 Perplexity AI 侵权，要求数亿美元赔偿，如今将战场转移至澳大利亚。对比科技巨头的应对策略， OpenAI 选择与部分媒体签署付费协议，而 Meta 和谷歌则游说修改版权法，允许 AI 训练使用合理使用豁免。
更讽刺的是，这些 AI 公司一边主张训练数据应免费，一边通过订阅服务向用户收取高额费用。澳大利亚作为新闻付费法的先行者，2021年强制科技平台向媒体付费，如今面临 AI 时代的新一轮博弈。若 AI 公司成功争取到版权豁免，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还能支撑多久？媒体经济学家悲观预测，如果 AI 可以免费使用新闻内容，并通过总结抢夺流量，传统媒体将在3年内失去60%广告收入，届时除少数顶级品牌外，地方新闻机构将大面积消亡，形成信息荒漠。22. 德国增强无人机防御能力。据荷兰媒体报道，面对从丹麦蔓延至德国的不明无人机入侵潮，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27日宣布威胁等级为非常高，并推动修改法律，授权军方在必要时击落入侵无人机。这是欧盟反无人机墙计划的关键一环，约10个成员国国防部长已达成共识，将斥资数十亿欧元在欧盟东翼及俄乌边界部署先进监测系统。该计划以探测追踪拦截为核心，通过雷达网络、卫星通信与人工智能算法协同，构建覆盖陆海空域的立体防御体系，预计2026年底前完成初步部署。数据显示，欧盟防务预算中无人机相关项目占比已从2023年的 8% 飙升至当前的 15%。对比德国此前态度，该国长期因政治顾虑回避武装无人机，直到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才开始为以色列产海雕 TP 无人机配备导弹，如今更是180度转向授权击落权限。这种从和平主义到主动防御的巨变会对德国军事传统产生什么深层冲击？军事政策专家指出，授权击落无人机意味着德国突破2战后绝不首先开火的宪法红线。若未来出现误判击落民用无人机或邻国军机的情况，可能重新引爆关于德国军事化的历史争议，并在欧盟内部引发连锁效应。23. 俄罗斯警告美国和乌克兰不要发射战斧导弹。据德国 NTV 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月8日警告称，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将对俄美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俄军将摧毁导弹及其发射平台。普京此前在10月5日接受采访时强调，战斧导弹射程达2500公里，可直接打击莫斯科，这将是全新阶段的升级。美国副总统万斯9月透露，华盛顿正考虑乌克兰的请求，但特朗普总统10月6日表态，不想看到冲突升级。这场导弹外交博弈凸显俄乌战争正进入危险的武器竞赛新阶段。2024年，美国提供射程300公里的 ATACMS 导弹已引发俄罗斯强烈反应，如今战斧导弹射程翻8倍，克里姆林宫更是直言其操作必须由美军人员参与。这实质上意味着美军直接参战。回顾冷战历史，巡航导弹一直是战略威慑的核心武器，从未转移给非核国家。这种远程打击武器的升级会将俄乌冲突推向核战争边缘吗？国际安全分析师警告，战斧导弹可打击俄罗斯核武器储存设施和指挥中心，俄罗斯可能将其视为战略级威胁而启动核升级预案。即使最终未实际提供导弹，这场口水战也已严重破坏美俄战略稳定的脆弱基础。24. 吸烟和生理性别影响健康膀胱细胞的进化，这可能解释了男性和吸烟者患癌症的风险更高。据医学快讯报道，巴塞罗那生物医学研究所10月8日在科学杂志发表突破性研究，首次从细胞进化角度解释为何男性膀胱癌发病率是女性的4倍。吸烟者风险更是暴增 2.5 倍。研究团队分析了健康膀胱组织，发现吸烟和男性激素会加速膀胱上皮细胞的突变积累速度，这些细胞在数十年间逐渐演变为癌前病变。男性膀胱细胞每年积累的突变数量是女性的 1.5 倍，而吸烟者的突变速率更是非吸烟者的2倍以上。这项发现颠覆了传统认知，过去认为癌症是突然发生的基因突变，而新研究证明健康组织中早已埋下定时炸弹，只是在特定环境下被引爆。全球每年新增膀胱癌病例约57万，其中一半由吸烟引起，男性占据约 80% 病例。这种性别差异长期困扰医学界，如今终于找到分子机制层面的答案。
这项发现会如何改变膀胱癌的早期筛查和预防策略？肿瘤学专家指出，既然突变积累是渐进过程，未来可通过尿液检测追踪膀胱细胞突变负荷，在癌症形成前10年就启动干预，同时为男性和吸烟者制定差异化筛查方案，有望将膀胱癌死亡率降低40%以上。25. 新的基因工具揭示了导致癌症的隐藏突变。据医学快讯报道，多国科学家联合团队10月4日在科学杂志发表重磅成果，开发出名为 Repairome 的资源库，系统揭示约2万个基因如何影响 DNA 双链断裂修复过程中的突变模式。这项工具填补了癌症研究的关键空白，当细胞修复断裂的 DNA 时，可能产生导致细胞功能异常和癌症的隐藏突变。这些突变也是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副作用来源。研究团队通过大规模筛选发现，不同基因缺陷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修复错误模式，有些导致碱基替换，有些引发染色体重排。这一发现对比人类基因组计划具有里程碑意义。2003年完成的基因组测序告诉我们书写了什么，而 Repairome 则揭示为何会写错。全球每年新增癌症病例近2000万，其中约30%与 DNA 修复缺陷直接相关，但具体机制长期不明。这项工具会如何重塑精准医疗和基因编辑的安全性评估体系？分子生物学家指出 ，Repairome 可预测不同患者对基因编辑治疗的副作用风险，帮助医生选择最安全的编辑方案，同时为开发新一代零副作用基因编辑工具提供理论基础，预计将使基因治疗的临床失败率降低50%以上。26. 泽连斯基总统批准乌克兰安全局对俄罗斯战争采取不对称反应。据乌克兰 RBC 报道，泽连斯基总统10月8日在听取安全局局长马柳克汇报后，批准了针对俄罗斯的不对称反应作战计划。马柳克透露，仅过去1个月，安全局特种部队就消灭了3028名俄军占领者。这一授权延续了乌克兰2025年的战术转向，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深入俄罗斯腹地打击。回顾今年重大行动，6月1日代号蜘蛛网的无人机袭击摧毁了价值70亿美元的俄军战略轰炸机。8月，安全局获准扩大对俄境内目标的打击权限。这种不对称战争策略凸显乌克兰的战术创新，面对俄罗斯在常规兵力上的压倒性优势，乌克兰转而利用无人机、特种作战和情报战打击俄军后勤枢纽、指挥中心和能源设施。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乌克兰对俄境内发动的袭击次数是2024年全年的3倍，迫使俄罗斯将大量防空资源调回本土。这种深入敌后的不对称战争能否真正改变战场态势的平衡？军事战略专家认为，虽然这些袭击在心理和经济层面重创俄罗斯，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前线的兵力劣势。关键还在于西方是否提供足以改变战局的重型武器。单靠特种作战最多延缓俄军推进速度，而非逆转战局。27. 疫苗伤害计划面临自闭症索赔和公众信任的争论。据奥兰多哨兵报报道，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正考虑将自闭症纳入联邦疫苗伤害赔偿计划。这一提议在10月初引发激烈争论。科学界一致证据显示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但肯尼迪的倾向性立场可能暗示科学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削弱公众对疫苗的信任。更严峻的是，将自闭症纳入赔偿范围可能摧毁该计划的财务可持续性。美国自闭症发病率从1975年的5000分之一飙升至当前的36分之一。若开放索赔闸门，预计申请量将增长100倍，远超该计划42亿美元的信托基金承受能力。该计划自1988年设立以来，已向疫苗伤害受害者支付超过50亿美元，但仅限于科学证实的疫苗副作用。对比历史，2000年代初疫苗导致自闭症谣言曾引发大规模拒绝接种，导致麻疹等可预防疾病卷土重来。如今这一争议再度浮现，将自闭症纳入疫苗伤害赔偿会对美国公共卫生体系造成什么连锁崩溃？公共卫生专家警告，此举不仅耗尽赔偿基金，导致真正疫苗伤害者得不到补偿，更严重的是为反疫苗运动提供官方背书。
可能在3年内将儿童疫苗接种率从 95% 拉低至 80% 以下，引发大规模传染病爆发。28 OpenAI 的 Sora 应用仅限邀请用户使用，引领美国 App Store 下载量。据科技雷达报道，OpenAI 于9月30日发布的 Sora 2视频生成应用仅上线4天就登顶美国 App Store 免费应用排行榜第1位。尽管采用严格的邀请码制度，且仅限美国和加拿大地区使用。数据显示，前2天 Sora 的 iOS 下载量达16.4万次，10月1日单日峰值更是突破 10.78 万次。这款应用能将文字和图片转化为超逼真视频，还配备同步对话音效，用户甚至可以将自己嵌入视频场景。然而爆火背后也引发山寨泛滥，苹果10月5日紧急清理了大量仿冒 Sora 2秒的钓鱼应用。对比 ChatGPT 首周表现， Sora 的下载速度更为惊人，折射出视频生成 AI 的巨大需求。但邀请码机制引发用户不满，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求码帖子，每个注册用户仅获得可使用4次的邀请码，供需严重失衡。这种饥饿营销式的邀请制会对 OpenAI 的用户增长策略产生什么长期影响？产品运营专家认为，虽然邀请制制造了稀缺性和话题热度，但过度限制准入会将大量潜在用户推向竞争对手，特别是当 Runway、Pika 等对手快速跟进时， OpenAI 可能错失占领市场的黄金窗口期。29欧洲和阿拉伯国家讨论巴勒斯坦建国的集体承诺。据葡萄牙新闻分钟报道，9月21日至22日在联合国举行的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及实施两国方案高级别会议期间，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于21日，法国于22日相继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至此，全球已有158个联合国会员国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波承认潮并非孤立事件，比利时、卢森堡、克罗地亚和希腊也在积极准备加入，法国更游说荷兰和英国跟进。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立即发表声明，宣称巴勒斯坦国不会被建立，指责承认国为恐怖主义提供奖励。对比历史，1988年巴解组织宣布建国时，仅获80余国承认，如今数字翻倍，显示国际舆论正在逆转。但讽刺的是，美国、德国等关键西方大国依然拒绝承认，使得两国方案依旧停留在纸面。这种象征性的外交承认浪潮能否真正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实质性突破？中东问题专家悲观指出，在以色列持续扩建定居点，加沙被夷为平地的现实下，外交承认更像是政治作秀。巴勒斯坦国在纸面上存在，却连对自己领土的实际控制都不具备。两国方案已沦为遥不可及的幻影。30德国取消对高度融入外国人的加速入籍政策。据明镜周刊报道，德国议会10月8日投票通过废除3年快速入籍通道，这是总理莫茨领导的保守派联合政府上台后兑现的竞选承诺。该政策由前执政党于2024年6月推出，允许在德居住3年且德语达 C1 级别或在职业、教育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外国人申请入籍，旨在吸引高技能移民并允许保留双重国籍。然而，新政府认为公民身份应是成功融入的认可，而非吸引非法移民的磁铁。数据显示，2024年德国入籍人数创纪录，其中叙利亚人占比最高，这恰恰引发了保守派的政治反弹。新法规定，所有申请人必须满足至少5年居留要求，唯一例外是配偶。对比德国移民政策演变，2015年默克尔开放边界接纳100万难民，2024年自由派推动宽松入籍，而2025年中白猛烈反弹至收紧路线。这种朝令夕改的政策会对德国吸引国际人才的竞争力造成多大损伤？移民法专家警告，频繁的政策反转将严重打击外籍专业人才的信心。许多原本计划入籍的高技能移民可能转投加拿大、荷兰等政策稳定国家。德国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的吸引力将系统性下降。31 Z 世代在全球范围内动员起来争取社会正义，挑战摩洛哥、马达加斯加和秘鲁当局。据时报报道，9月27日起，摩洛哥爆发该国近年来最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由学生和失业毕业生领导的 Z 世代抗议者要求改革医疗和教育系统，批评政府将数十亿美元投入2030年世界杯基础设施，却忽视民生。这场运动迅速蔓延至马达加斯加、秘鲁、尼泊尔、肯尼亚和菲律宾，形成全球性的青年抗议浪潮。摩洛哥的见死212秒和摩洛哥青年之声等去中心化匿名组织通过社交媒体动员，将数字意义转化为街头行动。马达加斯加则因断电和水资源短缺引发大规模示威。对比2011年阿拉伯之春依赖 Facebook 组织，2025年 Z 世代使用 TikTok 和加密通讯工具，政府更难追踪和镇压。CNN 数据显示，这波抗议中90%参与者年龄在18到27岁，他们拒绝传统政治渠道，直接对抗腐败和不公。这种全球同步的青年抗议运动会对现有政治体系造成什么系统性挑战？政治学家指出 ，Z 世代掌握的数字工具让威权政府难以封锁信息，但缺乏明确领导结构也使运动难以转化为制度改革，最终可能陷入抗议镇压再抗议的循环，除非出现新型政治组织形态。32. 普京无视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访问塔吉克斯坦。据乌克兰 RBC 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9日抵达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俄罗斯中亚峰会和独联体会议。尽管国际刑事法院自2023年3月17日起对其发出逮捕令，人权观察组织当天敦促塔吉克斯坦履行逮捕义务，警告不作为将显示对乌克兰战争受害者苦难的彻底漠视。然而，塔吉克斯坦政府未做任何公开解释就放行普京。这是普京继8月访问阿拉斯加与特朗普会晤后的又一次外访，因美国非 ICC 成员国而无逮捕义务。逮捕令指控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犯下战争罪行，包括非法驱逐儿童等罪名。对比南非2023年因担心逮捕普京而取消其访问，以及蒙古2024年无视逮捕令放行普京，引发国际谴责。如今塔吉克斯坦重演这一幕。俄罗斯拒绝承认 ICC 管辖权，但逮捕令已严重限制普京外访范围，他基本只能前往前苏联国家或非 ICC 成员国。ICC 逮捕令的执行困境会对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权威性造成多大削弱？国际法专家悲观指出，当主权国家可以选择性遵守 ICC 裁决而无实质后果时，国际刑事法院将沦为选择性正义的象征，只能起诉小国领导人，而对大国元首束手无策。这种双重标准正在瓦解战后国际法秩序的合法性基础。33. 台湾总统暗示特朗普可能因说服习近平放弃入侵台湾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7日接受美国保守派电台和播客采访时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能说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永久放弃对台动武，肯定会赢得诺贝尔和平奖。赖清德警告，习近平正扩张军力，中国对台军事威胁日益严峻。这番表态恰逢特朗普自己正在寻求诺贝尔和平奖并以自我提名的敏感时刻。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安全伙伴，但特朗普对台政策充满不确定性。他一方面要求台湾支付更多防卫费用，另一方面又与习近平保持私人关系。赖清德此举被解读为高明的外交策略，通过奖励承诺激励特朗普在台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对比拜登政府明确承诺协防台湾，特朗普采取战略模糊态度，曾表示台湾应该为保护付费，引发台北焦虑。如今赖清德用诺贝尔奖励诱，试图锁定特朗普对台承诺。这种公开奖励外交会对美台关系和两岸局势产生什么微妙影响？两岸关系专家认为，赖清德此举虽巧妙，但风险极高。若特朗普因此向习近平施压，可能引发台海军事对峙升级。若特朗普转而与习近平达成出卖台湾的交易，台湾将陷入更危险境地。这种压住个人的外交策略充满不可控性。34. 印度本土4G 电信技术已准备好出口。据德干先锋报报道，10月8日，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宣布，印度自主研发的4G 电信系统已经具备出口能力。这项系统由 C.DOT 主导核心网 Tejas Networks 提供无线设备。
TCS 担任系统整合，目前已在国营电信公司 BSNL 完成部署。莫迪强调，印度的数据流量价格比一杯茶还便宜，显示其技术与成本优势。过去10年，印度电信设备严重依赖进口，如今逆转为出口方，象征数字印度战略的重要里程碑。随着美中科技脱钩，各国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印度正试图抢占全球新兴市场。但问题是，印度的技术能否真正与华为、诺基亚、爱立信等巨头抗衡？电信专家指出，若印度 4G 技术能保持低成本和稳定性，它可能成为全球南方的新选项，改变全球通讯设备的势力格局。35. 英国央行警告人工智能股票泡沫风险。据 Ars Technica 报道，英国央行近日警告称 ，AI 股票市场可能正陷入非理性繁荣。报告指出，许多 AI 公司尚未实现盈利，却被炒作至数百亿美元估值，风险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极为相似。英国央行的金融政策委员会提醒，若市场情绪逆转，科技股可能面临剧烈修正。今年以来，生成式 AI 热潮席卷全球，微软、英伟达、OpenAI 等公司推高投资预期，但实际商业回报仍存不确定性，利率居高不下，资金趋紧，让泡沫一旦破裂，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这是否意味着 AI 市场正重演当年的互联网神话崩塌？金融分析师指出 ，AI 技术的确改变产业，但资本过热会扭曲创新生态。若投资者不回归理性 ，AI 黄金时代可能以一场剧痛收场。36. 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和平计划第1阶段，暂停战斗并释放人质。据美联社报道，10月8日，以色列与哈马斯在美国、卡塔尔与埃及的斡旋下，同意执行和平计划第1阶段，暂时停火72小时，并分批释放被俘人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一阶段是他提出的20点和平框架的开端。根据协议，哈马斯将释放20名人质，以色列则释放部分巴勒斯坦囚犯，并撤出特定区域。自2023年以来，这场冲突造成数万死伤。2年后终于出现缓和迹象，但核心争议如加沙治理、哈马斯武装解除等依旧悬而未决。这次暂时和平能否成为中东持久稳定的起点？中东问题学者认为，这次协议只是战争疲惫下的喘息，若缺乏国际监督与实质政治让步，和平只会成为下一场冲突前的短暂停顿。37. 联合国研究发现，加沙超过54,000名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据 AP News 报道，联合国救济与工程处安瓦联合柳叶刀最新研究指出，截至2025年8月，加沙有54600多名5岁以下儿童处于急性营养不良状态，其中12800余名属于严重营养不良。在长期冲突与封锁压力下，儿童营养危机加剧。研究基于对22万名儿童的上臂中围 MUAC 筛查，发现6个月至5岁儿童中有近16%营养不良，重度病例占比近4%。尽管局部停火与援助窗口时有开放，但食物与医疗物资限制依然严峻。以色列对物资进入的限制以及战事不断升级是主要推手。回顾2024年，加沙儿童营养问题就已显著存在。如2024年有儿童因此死亡，例如 Yazan al-Khafarna 之死成为国际关注焦点。如今规模更大，情况更危急。面对如此惨重代价，这是否意味着人道援助系统在战争对抗中已经彻底失灵？救援组织指出，一旦营养不良趋势持续下去，将导致儿童发育迟缓、免疫衰弱，这是对整个下一代的长期伤害。38.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暗示北美汽车制造业自由贸易将终结。据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 Howard Lutnick 近日暗示，北美汽车制造业的自由贸易时代可能走向终结。卢特尼克在公开发言中流露出对现行北美汽车供应链自由化状态的质疑，暗示政策可能改变。虽然他同时维护美国与欧盟、日韩等贸易协定将维持，但他提出将对汽车零部件进口实施更严格关税与本土化激励措施，以削弱对跨境零件依赖。当前美国政府大力推动制造业回流与产业主权，25%的汽车零部件关税
零件本地化抵扣政策正是工具之一。若继续升级，将撼动美、加、墨三国已有极为整合的汽车产业链。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时期起，加、美、墨的汽车制造就实现高度分工一体化。如今政策转向意味着近20-30年的格局可能被重写。如果自由贸易终结，这会如何撕裂北美汽车供应链，也会给消费者带来怎样的成本飙升？产业分析师认为，若政策走极端，车企将被迫重新布局生产基地，零部件进口成本将大幅上升，汽车价格和行业盈利都将受到冲击。39. 由于美国削减资金，联合国削减维和部队 25%。据新报报道，由于美国大幅削减对联合国的资金支持，联合国已决定将全球维和部队规模削减 25%。在资金断档的压力下，联合国将撤回约13,000至14000名维和人员，并裁撤相关装备与人员。美国曾承诺维和预算约10亿美元，如今削减至 6.8 亿美元，造成预算缺口。受影响的任务涵盖刚果、南苏丹、黎巴嫩、索马里等地。美国作为联合国维和最大资助者，其政治立场调整直接撼动全球维和机制。削减兵力意味着部分冲突地区将失去第三方守望者的保护。过去即便在预算紧张时期，联合国也曾调整维和任务，但这次幅度之大在现代史上罕见。若再叠加地区冲突升级，则可能出现无人监管的冲突真空区。在这种情况下，哪些冲突地区将首先陷入无秩序？联合国的信誉和中立性还能否回得来？国际关系专家警告，此次撤军可能导致战区局势失控，维和机制弱化将使弱势国家更加脆弱，也对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核心宗旨造成严重挑战。40. 联合国与叙利亚合作寻找失踪人员。据美联社报道，2025年10月8日，联合国叙利亚失踪人员独立机构负责人卡拉昆塔纳宣布，联合国正在与叙利亚新成立的国家失踪人员委员会合作，共同追踪内战中失踪的数十万人命运。叙利亚委员会于2025年5月成立，领导人为 Mohammed Rida Jalki。联合国机构估计，失踪人数在12万至30万人之间，涵盖在阿萨德政权执政期间被强迫失踪者、被安全机构带走的儿童，以及被伊斯兰国等组织绑架者。INP 正在建立详实登记档案，分析存档数据，并发展法医网络以调查失踪地点、保护遗体、与家庭沟通。叙利亚经历13年战争，成千上万家庭长期处于活在不确定中。阿萨德被推翻后，新政府投入力量设立机构，但仍面对资料缺失、档案被毁、证据难以获取等重重难关。2011年战争爆发时，失踪人数渐增，到2023年，联合国大会已通过决议成立 INP。到现在，新叙利亚当局与国际社会合作意愿增强，是过去战时高压控制下无人敢言的重大转变。这一合作会否真正为数以万计的家庭带来慰藉与答案？又会对叙利亚的司法清算与国际信任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国际人权专家表示，如果这些步骤得以落实，不仅能推动叙利亚的真相与和解过程，也可能成为其他战后国家应对失踪与暴行的典范。但他们也警告称，没有法律追责机制，没有存证与档案保护，未来可能重返证据缺失、诉求无门的困境。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了，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